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：趴在桌上睡觉，或者是在椅子上坐很久的时候，背部膏肓的位置就会像被掐住一样僵硬。但是稍微按一按，或是伸个懒腰，感觉就会好很多。这个原理其实和我们治疗师在做的事情逻辑几乎一样。我个人简单把它称为反向动作。反向动作其实很简单，这部影片就是要告诉你，可以利用反向动作的方法解决烦人的膏肓痛。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掌握反向动作的技巧，之后甚至可以把这个方法沿用到其他酸痛的部位，也一样适用哦。解决问题之前，要先拆解问题，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，拆解起来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也就这样而已。膏肓痛的问题，在给医生排除神经或疾病等因素的情况外，我们从外到内可以拆解成3层：筋膜、肌肉还有关节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。筋膜有2个最大的作用，一个是支撑，它像一个保鲜膜，把我们内脏、肌肉这些组织包起来。如果没有筋膜，这些器官就会到处乱跑，可能爬一下楼梯，肾脏就跑到肚子里了，那可不行啊！筋膜另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润滑了，因为身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我们要坐、要站、要跑、要跳，在动的时候，每条肌肉甚至内脏的位置都会轻微的位移。这些位移也保证了每个组织都可以有自己的空间。那动得越多，筋膜内的水分就会比较多，润滑效果就会比较好。相反的，动得少，筋膜就会比较缺水、干瘪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少在动的人，我几乎可以确定你的筋膜大部分都是在干瘪的状态，这样筋膜润滑的作用就会比较差。这种状态就是筋膜粘连，这也是筋膜疼痛的主要原因。肌肉除了躺着，不论在什么姿势下都会收缩。肌肉收缩对血液循环来讲是件好事，像心脏就是透过心肌收缩来输送血液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垫脚尖可以减少下肢水肿和静脉曲张的原因，因为小腿肌肉收缩的力量会帮忙把血液打回心脏。但如果肌肉只会收缩不会放松就麻烦了，少了舒张的这个环节，肌肉僵硬的维持在固定的长度，失去伸和缩的能力，新鲜的血液进不来，代谢的废物也送不走，代谢废物的累积会导致肌肉发炎，这就是肌肉紧绷导致疼痛的主要原因了。关节之间有关节囊，关节在活动的时候会分泌关节液来润滑关节，有良好润滑的关节活动起来就会比较顺畅。相反的，如果很少去活动它，那关节液就会减少，润滑液就会下降，这样的关节就像缺热润滑的齿轮，干涩而不顺畅，这就是关节会感觉到紧绷的源头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帮你把疼痛从外到内拆了3层：筋膜、肌肉还有关节。筋膜缺水引起的粘连会造成酸痛，肌肉循环不好导致的发炎会造成疼痛，关节缺少关节液润滑会让关节紧绷。所以，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膏肓痛的问题，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？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不管是筋膜、肌肉还是关节，只要缺乏活动的地方，就会酸痛和僵硬。所以改善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就是反向动作。反向动作并不是真的让身体做出完全相反的动作，而是做和肌肉收缩方向不同的反向动作。反向动作用得好，就可以改善因为活动不足造成的酸痛。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其实你本来就会咯，像伸懒腰就是一种反向动作。但是你都看到这边了，我肯定要给你一些比伸懒腰更能针对膏肓痛的有效技巧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运动吧。运动前建议可以先进行这2部影片的训练，提升呼吸和腹内压的控制。首先，我们来放松背部和手臂后侧的筋膜，拿一颗按摩球按压中背的地方。中背这里很容易因为筋膜粘连而感觉到紧绷。我们从肩胛骨最上缘开始，也是提肩胛肌的地方，伸压之后找到酸痛点按住，然后手往上抬高，放下。这时候你应该能感觉到筋膜和肌肉被强制分开，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刚刚说的筋膜粘连的问题。筋膜被拉开之后，水分就会自然渗透进去了。15下之后往下按到肩胛骨的内侧，只要找到痛点就伸压，把手抬高，12下之后再往下换地方，最下面按到肋骨下缘就好。
接着要按压的是阔背大圆肌的地方，如果用球太痛，可以换成滚筒哦。方法都一样，侧躺，手举高，找到痛点之后压住，肩膀内旋外旋移动12下。满分10分的疼痛，只要做到5到6分就好。一下子做太多的话，很容易变成发炎哦。如果你经常久坐，体型又有一点驼背的话，肩胛骨往往会往前移动。这样的姿势，身体膏肓这边就像一个被拉开的弓弦。这种体态造成的酸痛，往往来自我们的手常常往前往内转。想改善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处理上背部筋膜滑动不顺的问题。再处理胸椎和肩胛骨的反向动作，直接挺胸反而容易造成拱腰、肋骨外翻的体态，到时候又变成腰痛了。接着要来拉伸胸大小肌以及提升胸椎的活动度，手靠墙，手肘抬高120度，带一点肱骨外转，以胸部为启动端，往前往斜前方旋转。接下来拉伸胸大肌，手靠墙，手肘抬高90度和45度，带一点肱骨外转。胸大肌我们要以胸骨为启动端，往前往斜前方旋转。更详细的动作说明可以参考这部影片。接下来要提升的是胸椎的活动度，坐姿手抱头，胸椎先伸直，同侧侧弯，再带对侧旋转，换边反复10次。前后的活动度，双手往前延伸，觉得背部紧紧的，再往外打开夹背，反复10次。背痛的人，胸椎的活动度通常都比较差。如果你是习惯往前弯的人，伸直动作可以多做一点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习惯挺胸，但背还是会痛，那弯曲的动作就可以多做一点。记住，多做一些平时少做的角度，就是我们的目的。接下来是提升肩胛骨的活动度，先准备一条弹力带。想找好用的弹力带，可以在影片留言区参考一下我的卖场。用脚固定弹力带，肩胛骨先复位，往下往内夹，想象把肩胛骨收进屁股后面的口袋里。这动作可以矫正肩胛骨太前倾以及前推的动作。接着手肘往后，带动肩胛骨往脊椎的方向夹紧。注意力要放在肩胛骨，肩胛骨要一起移动哦。过程中肩膀尽量放轻松，不要耸肩；前臂也要尽量放轻松，不要用太多手的力量。一组12下，一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启动的是中背的菱形肌、中下斜方肌。当肩胛骨长期处于往前推的姿势时，这边的肌肉就会因为一直被拉长而失去收缩的能力。利用反向动作的原理，训练肩关节在较低角度下启动这群肌肉，提高肩胛骨往后收的力量。强天使，肩胛骨后收的动作熟悉之后，接着练习肩关节在不同的角度的后收稳定，增强旋转肌群以及上中下斜方肌。离墙一脚长，膝盖微弯，骨盆摆放在中立位，手肘外展，抬高90度。如果抬高到90度会耸肩或是肩膀不舒服的人，可以把手往下放一点。接着手肘往后顶墙，带动肩胛骨后收。边后收边外展，手往上抬高。动作过程中尽量用腹内压360度撑开，不要出现肋骨外翻哦。不知道什么是360度撑开的人，可以参考这部影片，一组12下，一天做3组。这动作可以帮我们训练旋转肌群以及上中下斜方肌，做出平时不常做到的举手动作，并把肩胛骨反向往后复位。只要搞定肩胛骨，上半身的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容易被忽略的动作，就是前锯肌稳定的动作。准备一个滚筒，放在墙上，将肩膀往前举高90度，手推滚筒，别让前臂外转。接着手慢慢往上推。也可以绑个弹力带，在上臂加强外转的阻力。这动作可以唤醒前锯肌，让肩胛骨练习在肋骨壁上稳定的滑动。注意做这个动作不要太挺胸或是凹腰，口令可以这样给：推、
转，胸椎不要过挺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训练到前锯肌了。一组12下，一天做3组。我们平时手都会在前方，容易固定在内转的位置。内转会带动肩胛骨前移、右前倾，这个动作会让前锯肌无力，而前锯肌无力又容易让肩胛骨内侧翻起，出现翼状肩胛，造成膏肓痛。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反向动作来让前锯肌做出平常不会做的动作，把肩胛骨拉回来。最后，虽然肌肉、关节、筋膜紧绷是造成背痛常见的原因，但往往可不只有这样而已。有时候也有可能是神经受到压迫，或是器官的反射性疼痛，也有机会是心理因素产生的身心反应。如果你的疼痛长期没有改善，那么你最好请专业的医生帮你检查一下，一定要找出背痛的真正根源。我之所以在这部影片帮你拆解疼痛，是要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造成我们疼痛的主要原因，往往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动作。固定太久的动作会因为肌肉的过度使用或缺乏活动，进而造成筋膜、关节等等的问题。如果你的背已经痛很久了，就是在提醒你，你已经缺乏活动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车子要定期保养才能保持最佳的性能，而身体的使用期限远远大于车子。保养身体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动起来。走走跳跳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习以为常、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经常想不到的是，这些活动都是建立在完整的健康基础之上。这个基础虽然看似强大，但放眼长期来看，它又是这么的脆弱，随时可能会消失。我这些影片的任务就是帮你建立这个基础，并呵护这个基础。我们都是身体这台车子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司机，不要忽略了身体发出的警讯。只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才能自由地体验这个世界。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有学到东西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，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